的。我看那个沸点呢是怎么看的？它发光，它那个光呢，像一下将往前推，它不像我们的光压出来稳定似的嘛，它一下将往前推。另外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它那个光呢，照在纸叶将银粉上的，在纸叶将银粉是撒亮的，它不散光，不是它照那个上的雪亮的，它隔壁的不是它交界那个上的，基本就看不见，不像我们那个光你照那么雪亮的它肯定要散射，它不散射。我从那个光我一看一个沸点那个黑乎乎的。它实际上这个过程没有一回啊，没测试一回啊。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大概就在这个位置，空中的位置。实际上，按照他们的说法，他在宇宙中有的地方过了1秒，另一个地方过了1日呢。它这个差别是很大的。都有这种可能，它更加差别大的，都存在。不过我们像我们地球人，你没办法跟他讲，他不接受这个。他那个时间就是我们1日等于1个月，是这样，他安排的1日他不给你制造麻烦。为什么他不选择2个月？选择2个月你可能要一天时间你家里人就发觉着。他这个日子还是就是大概这个唐僧水晶那样的，你要慢慢的干，你反复的群众要努力干，不是说你搞个什么事情你不要努力干，人家就承认的。只是说你1天2天都不在，后来你摊出去了，你家里人周围人肯定到处想骂，这个小子我们找都找不到，怎么摊冒出来了？那我也发生过这个事情，有一天他妈的下午吧，到处找不到。我们把所有的亲戚打电话一次叫来，是到处是找着，那是怎么认为的？认为他可能到那塘里玩水出了事。我们外老婆都人都人都瘫的是脑子笨手的。后来查到这，我们俩开着什么？他跑到那日头是睡觉去了，他把那自己睡觉，在床上不睡，他把他自己睡床上也看不见。后来一看这来日头，妈的！你像我俩要丢失的人，你半天丢失的，他肯定家里人要找的是。找你不然你在床上，你大家都在站，你摊下摸一个人出来的，那好惊讶的是，那你学习不就冲出去了吗？我们民众指不定呢，就是一个苦巴子，你要。那现在呢，你要没有政治，他妈的，有人讲的你怎么不带我东西回来？你一个没想到，另外一个回来也不是你安排的，他回来他不得催眠，一催眠你是直觉了，你只是没主动性了，你不然讲我你这做模样东西，估计他那个东西也不给你带的，你的处回来一下子在他一面的控制下。大概就是考验我们地球人的这种傲慢程度。那我现在就给国家主任给他带来，那你相信？你相信你隐瞒，你不相信你不隐瞒。但又没人强求你，对吧？大概就这个事。那你傲慢感，我给个环境给你傲慢，你他妈不认这，你不要，你别睡。这个上午那个叫真公共实验，它实际上是从数学给推出的，哟，这个数学可能你看，这个 B 是磁场，B 等于一个 V 是顶弧的运动速度，这个 E 是电场，这 C 是光速的平方。这个公式什么意思？就是磁场是顶弧是速度为运动，因此电场的变化
就磁场是顶场变化形成的。这个公式是从相对那个静电力学推送出来的。那么现在我那个实验进一步的发展是怎么来的？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是对 B 对实境求导数，就是 B 就这个磁场随实境变化。这一项，这个 V 是顶回运动速度，这个 E 就是磁场变化对应这个电场变化，这个是弗拉兹顶磁感应，就变化的磁场产生一个变化的电场。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频导数，如果群导数的话，就是全部的变化的话是这样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速度变化，就是 V 不是速度嘛，速度随实境变化。这个是加速度，这个是电场不变。那么这一项，我们实际上如果证明这一项是弗拉兹顶磁感应，顶磁感应方程，这个呢，这个实际上现在已经能够严格的证明呢，这个 B 磁场随实境变化，就是产生一个电场，这是弗拉兹顶磁感应。实际上这个公式跟这个公式是等价的。那么我们现在发现多一个公式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德尔塔 V 就 T， 我们用 A 来表示，实际上这个公式就是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变化的磁场会产生一个引力场。为什么说这个加速度它就是引力场？这个出现的我们的一种认识，就是说这是一只鳖，我们放自由了是运动。那什么是引力场？没有鳖处在这个空间，时刻是这个同样的加速度向磁球中心追来，这个就是引力场。引力场就是空间本身加速度运动，那么它等价的加速度，这一项我们认为它是引力场。因为这个叫变化的磁场产生引力场。那么我们现在再画个图形给你解释一下。比如说这是 N 极，这是 S 极，这个是 B， 是吧？当这个 B 发生变化的时候，它产生一个这个 B 的垂直方向一个 E， 就是电场。那么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公式如果对上的群导数对上的，你在这个方向也产生一个 A， 就是3个相互垂直，就是微分解释。积分解释就是说这是微小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把它全部考虑积分解释，积分方程的话 ，B 那是什么情况呀？产生一个 E， E 是环绕的。环绕的，而且是组数路径，它是环绕的。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再加一个环绕的 A， 这个 A 呢是什么引力场？这个 A 呢跟咱号是一样的，都是正号。那么这个 A 呢也是组数路径，都是组数路径。实际上这个是微分积分解释，就是它整次你把这一层叠加起来，这个循动叠加起来就是这个样。所以它这个引力场那个循动，电场那个循动是磁力性为轴心，就是这个磁力性为轴心循动。我们的实验这个弓子吊了一个，上头一个主要是个 N 极，下头这个 S 极，它这个循动是这个轴心为循动。但是这个实验你看难度也不大，但为什么它搞出来了？就是你没办法跟它有从能力那个物理学，也似乎也能做的解释，你不好区分。
某日能知道它出现的离骨质冲动的位置需要是结石，这激化效应呢，或者是虚无定常效应呢，离骨质冲动的也骨质冲动的是结石。这个声音是磁场声音，还有一个是声音是那个质性运动，就是这个质性运动，这是个定弧，就是 X 轴，这是 Y 轴，这是个正定弧。这个正定弧适当没有引 X 轴运动，但是它振动，在这样振动它那个假设振荡它产生那个定磁场就产生一个扭曲定磁场，就是它从这个地方运动到这个地方，它的一个位置很小，那么它就产生一个假设振荡。这个它本来那个定磁场均匀的情况下，它是光子向外传播。现在它发生一个假设振荡它产生一个扭曲定磁场。这个扭曲定磁场在这个垂直方向，就是这个方向是扭曲定磁场，这个方向是径向定磁场径向定场。你看，实际上这个场就包含着引力场。这个引力场方向在哪里？方向是在这个方向，在 X 轴的反方向。这个引力场是在反方向。不过这个提重要复杂它这个数学方程一定复杂。这个只是怎么提重我给大家说过就结束。有严格的提重，实际上我们现在每一个声音都是通过数学方程提重的，还是都经过长达自然的时间提重，不是简单的那么让人发现。这个就大致是什么意思？这个讲有点抽象，大致就像一个水龙头吧，是光线向外喷水。你现在它把水龙头抖下来，它本来不均匀的那个喷水嘛，现在它有那个扭曲的状态，一抖下它不产生扭曲嘛？扭曲的状态也是光线向外传播，就是大致就这个意思。实际这个不好讲，就是讲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观察者，就是比如说它50光年，一个飞碟从那星球上起飞的时候，它那个50光年，它距离相当于我们有50光年。我们地球上观察者认为它要50年到我们地球，在这个外星球上，他们的观察者认为也是50年要到我们地球。这是正常情况下，但是飞碟日头的人呢，认为差把几年到了。因为光子运动最大看来，因运动方向靠近速动为零，它不需要时间。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是从时间的角度，它不需要时间；从空间的角度，它没有空间。从那个时间的过程呢，他认为这个时间没有发生，就是。但是有人认为它我们地球要等50年嘛，他们星球也要等50年。但是这个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因素在制约的，就是它这个星球上时间流逝的快慢和我们是不是一样的？这需要一个前提。如果是一样的，那他星球认为要50年到我们地球，我们地球认为有50年。但是他们现在发明了一个什么时间时差效应，就是人为的使它那个时间跟我们流逝不一样。当然它不是整个星球时间不一样，它把飞碟起飞的时候，它把飞碟的周围这是一个能量场阵，使它那个时间时差呢，跟我们地球形成一个巨大的时间时差。结果它这样一做，它到我们地球是我们地球人看来50年变成1个小时或者40分钟，它把时间给适当了，它有的时间的快慢呢，它可以控制，流逝的快慢它可以控制。不过像这种比较抽象，有的人听得云如雾的，听都听不懂，要讲再用数学方程算的更听不懂。它这个有相对的那个效应一部分，但是同时也超过了相对的，特别是时间时差效应，相对的没有提到这个概念。这个日子可能很多人拿日期，就是讲你从 A 点到 B 点，比如说有1万光年，是吧？如果正常走，你到达老师走，它不叫1万年嘛？那光要走1万年，因为1万光年。但是现在我们刷一个，因为它这个一个什么定律？运动状态跟垂直状态是等价的。我们使得空间本来是朝这个方向，我们使得群狭垂直，改变纬度，
结果是它10000公里不要1万里。它不光是讲有倾倾方向，还有垂直方向的纬度。为什么呢？因为运动速度可以改变纬度，还有一个通过改变时间流逝的快慢呢，也能改变空间纬度。相对来讲，当我是某一个速度相对我们运动的时候，因运动方向空间失动，当不得到光是失动为零。这个效应呢，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外星人怎么解释的？他认为我们大脑描述的垂直状态跟运动状态是等价的，就是垂直呢是极难加工一下是垂直状态，像那个3维垂直嘛，你大脑极难加工啊，是个垂直状态，但是经过深度加工它是运动状态，运动跟垂直是等价的。我现在再说了一个非同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飞碟。它已经开始做运动，当它得到某一个速度运动的时候，它这个开始做的本来不是90度嘛，很小的速度外运动的时候它是90度，当它得到一个速度很快的时候，这个90度就变小了，这个纬度外在消失了，就本来90度，本来90度，现在那个吧，现在变成80度、70度、60度，它逐渐在变。当它得到光线的时候，它就变成顶度。本来是 X 轴，现在它跑到 Y 轴上去。那么 X 轴呢，它变成顶。所以相对来说，当我只是光线运动，它空间失动为零。真正的运不是失动，它不是朝 X 轴嘛，它是旋动。它旋动90度，90度一旋动，它 X 轴本来那个 X 轴就没有了，它跑到 Y 轴上去了。这个是他们的一种解释，不是非在李小林这么说也没办法解释。他可能说把小林呢往深度方向发展一步。这个还有什么好处呢？他给我解释宇宙为什么运动。他按照他的一种解释呢，就是宇宙是以下物体运动对外运动。运动的原因是什么？是它处在空间垂直状态，是因为空间造成的。那空间为什么运动呢？因为空间的3维垂直呢，它就是运动状态。经过我们大脑一加工，它变成运动状态。它这个运动有可控和多功的因素，就像一个物质在运动它自有这个物质空间的一个作用，好吧？有我们描述的作用。如果不是我们供在这些描述那个宇宙以前是运动还是静止的，是不能确定的。他说得很清楚。但是有人这个激动，就叫运动都是我们描述的，都是我们人造成的。这是走一个激动。运动我们人不相干，这是走向另一个激动。这2个激动都是错误的。正确的答案是，运动状态属于我们人描述，但是也有客观因素，比如说物质的存在、空间的存在也是客观因素。它是客观因素，描述运动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我们供在的描述运动是不确定的，不能确定。它这个涉及到对运动、对时间、空间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个里边可能理解，就本来它应该开始方向运动当它速度越快的时候，本来是90度嘛，它90度外就要减少80度、70度，当它得到光线的时候，它就减到零了。它这个 X 轴呢就跑到 Y 轴上去。那么原来的 X 轴呢，这个方向这个空间长度外，在我们看来就变成零了。这个你大概我这么说也大概能理解一点。但是你深究，就讲为什么它变成零，怎么是数学支撑？实际上这又是另外一个难题。这个方面都很抽象的。但是为什么说它要旋动呢？它是螺旋空间有关，螺旋运动空间有关。它这个垂直状态跟运动状态是等价的。日式化运动可以消灭一个维度，本来3维空间，当它是光是运动的时候，它变成2维。但是同时它一个特点是有成立的，就是空间因为运动吧，可以消灭一个维度，但是空间也可以建立一个维度。就是运动建立维度，比如说一个物质本来2个物质呢它是平行的，当它是某个速度运动的时候，它又拉开一个角度，它就可以建立一个维度。它这个定律是正定律是成立的，它的逆定律也是成立的。
我们人类如果做出飞碟，飞碟那个时间时差效应，飞碟空间定位，这些问题都要出的。你不是讲做出来我能飞就行，这种问题不出，你飞碟上去他妈也出事故了，你还没到目的地里就完蛋了，对不对？它这个时间空间，通讯，就坐标计算、数学计算，这个实际上人机都要同时都要完成，然后你飞碟再，你不能讲就做一个飞碟，别的我都不管，那不行那个的。它这个有精确的那个时间它那个飞行主要是通过激发状态那个时间来控制的，它一下都是经过有一套完整的日能呢，是解释运送，它涉及到万有引力的本质、电场本质、磁场的本质、质量的本质、近乎的本质，这些问题都要搞清楚。现在看到呢，就是像这个事情，像人类所的拓扑，它必须这是一个自主的四等工程。现在有好多人就提供一个极难的一种说法，就说飞碟登的是要无号运输，你这么一说，别的也不说，就这一个深次的要无号运输，你飞碟这个时间怎么控制，这激发点怎么控制，你这个通讯怎么解决，运动那个时间空间怎么自从这是问题的，你什么都不说，实际上你仔细分析，它东西就要么就是随口瞎说的，要么就是胡说八道的，没有多大价值，甚至你参考的价值都没有。好像2018年，就是那年我生病了。生病没事干，真的。日前也想写太忙了，没时间写。现在做的一个文章，他们说你是不是带药鼻结核？后来查的不是的。不是的，就是发现吃的太严重了。不过一般人吃好中快的，我来一直的搞不清楚。后来又不是说医生说你好了不吃药了，也不是那种情况。后来我们这地方发大水，把都给冲回来了。我是拿药吧，拿不到，我也没出来，他也没问题。与人心态有关。那2018年那几年我儿子在合肥做外卖，他老是叫我出来，一出他叫你滚，你第二天叫你出，反复的搞，人给他吐了金子了一些，真忍受不了。后来我因为一生病了，我就把那个心里懂的人，他无论怎么说，我电话一概不接。你无论怎么说，我心里话，我差不多人家死掉了，你没理命要求。不过一开始没有识别他那种疾病那个是那个样子似的，实际上他人生了病，他那个精神就不正常了，他就是以本能力为快乐，我看你来的话，你心我跑来的，我一没叫你滚，你这样的一叫你来，一种反复折磨人那种心态，那不完全是生病，本来他平台就不大好，人品恶劣的。另外一个他不跟你讲不讲日那个，另外我家老婆他们也是的，他俩在做外卖，他竞争激烈的压力大了，他把压力控制到你身上，哪里来出吃？那个事情不好干那个的，那个压力大，那个你在做单子，那个人那个吃水，因为他要抢单子，不停的催，有人呢就在边不停的催，有人还好，有人看你忙不着，他帮人忙，但是人复杂点，有人他就完不了的催，这给人做人心里紧张的。那个做那个身子就好像是一种噩梦，我想到都怕，又不睡觉，没留日干，没时间休息。我在人生我总结一下，我快乐的时候，还是我往返那段时间比较快乐，人呢比较单纯的，或者你在家里抽着，你到了天上他也没人管你。我现在发现了，人很大的不幸福、痛苦，都是约束有关，就是不正确的约束。当然，人是肯定要受约束的，不正确的约束、情绪化的约束，就是你家里人约束你，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是出自一种情绪化。我心里不高兴，我哪里出事，你做什么事情我都反对的，是这样的。
这个生活我觉得要发展到最后我一开始我在国家请求，我也觉得不能自己，就像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么得力？又没亲人，又没什么的，最后才发现，我人到发展到最后的时候，他这个人与人之间，他必须要保持得力性，就是你不能控制，我不能控制你，这个一旦被控制，无论是爱还是恨，对你都是一个都是痛苦的，因为你，比如说他过分爱你也不高兴，我不说你那个爱我受不了，你对我太约束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人还是很幸福的，很快乐的，他得力性好，他也没有父母亲约束，也没有父慈约束，就像他们一个男女朋友关系，他也是短暂的朋友，甚至都搞不到自己，他也有时候各奔东西。我们地球上像什么对爱情这么珍惜，就像你现在你对用大米饭还珍惜，比如说你每天饿肚子，现在谈用大米饭，你不可能随手都摔的，对吧？他们对爱情无所谓，也就是我们现在人为什么对地球上强调爱情呢？因为比如说你这农村小伙子，你找个普通的朋友都很困难，你现在谈找一个稍微比较漂亮的，你怎么舍得给他跑的嘞，对吧？你肯定要争取。这个争取来自什么？就来自资源的匮乏。所以说你现在你这个富家公子，这是4万家产，你老婆跑掉了，女朋友跑掉，这个王思聪呢，他甚至1个小时就有人来听空，对不对？你个在乎你肯定不在乎。我们当时也感到困惑，对他这个社会结构自己好像感到困惑。现在经过40年的社会实践，自治经历等等，毕竟就是自己的一旦到了个程度他基本上都是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讲，美国人不讲亲密，就是父子2个其中都父无的账，无父的账，亲戚干什么事情吧，聚餐都是各付各的账，讲没人情味吧。现在你发现他没是母亲人味，但是他避免了很多麻烦。我们这个日后的生活，好多亲戚为什么分子心什么，搞到最后搞得不愉快。一个社会，像社会，它跟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是最大的。在古时候宗教、政治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但是现在变得了。从现在开始，也就是说从最近的100年开始，影响人类自然因素的是什么？是科技。什么东西能给老百姓带来幸福的生活呢？它就为了科技。所以在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社会的发展的时候，它必须要考虑跟科技匹配。话讲回来，一个科技能不能被这个社会上流行起来，推广起来？也是这个社会结构、人的认知的接受、人的接受程度有关。你像现在，就像我们像现在写那个骨骼星期四小说，写那个经历，实际上为什么要写？它是有意义的，就是把你这个人工智能科技跟它那个经历来结合起来，跟那个骨骼性那个生活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它这个生活是这个样子，是背后支撑它这个生活的。是人工智能这种科技这种科技，使产品的虚拟化、匀阵化、整形化，就是它实际上它是从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口子告诉人们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人类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不是越多越好，现在人不就讲嘛，我挣的钱越多越好，最好我印你在这个是，但是不是跟钱多少成正比。他追求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后进入一个什么虚拟化，就是对物质资源需求少，追求到信息，这实际上人类真正需要的是信息，是智慧。就像你现在做出的产品，啥做产品，这生活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就是生活并不需要，生活要的是智慧。现在这个对人类惩罚最大的是慢性病。你生了慢性病，那么你死也死不掉，活也活不成，他为什么惩罚你？因为人类现在缺少的什么？缺少的智慧并不是物质资源。现在你仔细想想，房子、车子，好多人都有，但是他并不幸福，并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比如说到这5、60岁，他体质下降，还有甚至有疾病，是吧？慢性病治不好，你没有精力
是不是？就像你有车子有房子，你就是朝思梦想了等，现在都得到着，但是你并不快乐，是讲的什么意思？宇宙有一个奖励法则，就是你对我知道的越多，我给你越高的奖励。有的人类现在缺乏智慧的东西，他还在惩罚你。他惩罚你叫你什么？叫你走到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就是你追求智慧，追求智慧的产品，你不应该追求那杀大数的东西，不应该用数量是替代质量。就好像讲我造速度吃力，我现在引你造10质量吃力，你造那么多公斤呢，人家不需要的东西，人家需要的是健康，需要的是快乐。这个健康快乐需要什么？需要你那个。你自主国家要踏步，你不踏步，你那个心里打针吃药来到手动不行了，完已经走到了尽头了。骨骼现在很多人身体是光性组成的，一旦身体是光性组成的，再加上好的材料了，加上好的能源。后来就是人类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那是场景呢，一个回醒，就反正回来了又不是讲好想不起来，就是觉得好像什么事都好奇怪样的吧，像整个人讲病的上，他妈讲病的不像自己，有那种感觉，不过一开始好多年因为只是觉得那个事情很奇奇怪怪的，不知道那背后隐藏的价值，你看书是有时偶尔在有下在菲律宾嘛拿到一本书介绍相对呢，不过他不来介绍不像现在书这么全，他得就尽量容易介绍，他来讲到实际，可是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实际。我心里讲实际是什么？头脑子就有一个答案出来了啊，实际是我们工作的周围空间，光是发散运动给我们的感受。就是特别是在蹦梦蹦醒的时候，那个比较好明显，就是像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你，因为他告诉我这个答案，我都觉得奇怪，他怎么告诉我这样告诉我？我有时想，我假如话，就是凭物理逻辑去判断实际是什么，实际上我按照物理逻辑来，我给实际下的定义应该是，实际是自我发展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定义从日线讲比较合理，比较规范。但是他告诉我，它实际是我们工作的周围空间，光是发散运动给我们人的感受。现在因为现在所获得的信息经过大量的仔细思考，再经过从侧面所印证，应该是他那个实际的定义是正确的。不但正确，而且是有用的。我说这个有用是什么意思？他把实际跟光是拧在一起。你可以解释光色不变，可是从光色不变，又可以把相对论锐评，深入的是理解这个东西。最近呢，现在通过任何，最近任何他给你的本来给你的知识呢，好像是够的。你比如说实际是什么，质量是什么，他也告诉你，质量是周围空间螺旋发散运动，对，空间的位置的调数。定弧是什么？他也告诉你。最近呢，你把他所有的那个是公理，最近任何赛的，的确觉得他是靠谱的。不过此中我自己也有是错误的想法，现在最近呢也提出的。我一开始写这个文章是他把宇宙4种的嘛，我写3种的，为什么写3种的呢？他告诉我实际，光是对实际求导数。看相对论上光是常数，对实际求导数不是零嘛？我这一项等于零。当然脑子当中脑子有那个4个 D 那个方程那个印象。实际上我思考好多年，在最后在突破我们地球人那个性质。就像光是呢，如果作为矢量呢，它方向可以变化。所以一般那个物质量它有2个变化方式。一个是数量的变化，一个是方向的变化。物质量它一般有2个变化方式。矢量光是呢，它就是方向变化，它的数量不变。这样一想呢，它最近那个吧，好多那个困惑的矛盾的问题得到解决。
我从他对他给我们那个字呢，我的认识也是经历个鲁迅时代，从一开始接受又发现有矛盾呢就非典呢，最后中国完了又肯定，是。但是现在最终发现，他所有给的东都是正确的，错误是我们呢不能自己，是我们不能自己造成的。一直都听不懂，他是翻译的，不过他翻译的一开始，因为你看不进翻译东西，你搞不清楚，他妈的什么都是搞的，他那个翻译呢又不像我们翻译吧，他用语音告诉你的，他自成手动都成结合，就是说。他也可以翻译成一个标准的汉语讲给你听。另外一个，他在这大脑的同时也输送什么图片啊、动画啦、模子啊，就是辅助他给你自己。他基本上是跟他交流比像我们交流要畅通无阻。他自成手动同时使用，交流非常通畅的。他们之间说话呀，也是的。只是对某人说话，他说一句，接下来他不说就可以了。他可能用心灵感应交流。最后就是说结束的了，你再一次想交流，你必须要说一句，你不说一句，那个开关打不开。他那个大脑不是讲虽然跟后灵跟他们信息网是连接的，但是他不是时刻是开放的。他大脑他没说过这，如果你对那个信息网群体开放，你受不了，他那个信息太多了。抖音，他那个威力叫威力，他那个声音呢，他不像我们自行车声音，他比较妩媚的很，而且他有吐音，但说了，他说的不是很清晰，不像我们那一字一字很清晰。威力，他经常喊的，他们也这样喊。事实上那个字嘛，你也可以是一个微流。你要如果是一个微流，看好像就不符合我们那种，我的小的想说话是微粒，微小的微，觉得比较好。是哪个语言来着？不过现在人到处挑毛病来了。现在有直播就问，那你美国人邀请你，你可到美国去，我之前7回回的。我现在问我要么就不赞成，要么我直接就拒绝不回答。你说要允许，他妈就说暴力，他说你是汉语没关系。你说不是他也骂你，他说傻子，你再待一万年，他骂你都没人正视的。实际上去哪那么硬子？你没有名声，你是干什么呀？你是东盘子，在工资上是干活，你还不如在家待。他邀请你，你出了名，他邀请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最早是大概什么时候写的？大概是2014年嘛，就是好像是2015年至2010年，我咋不知道的。我一开始写可能写很早，就写在电脑都放着，没上发，一头写就随便写的。我这个写的有好多人讲，你这个前好多人写的跟后头人不一样，这背后有好多事情人不知道，就是主要是人举报。我一开始写就是他们不充字符，有人就接头呢，高等文明的人都不充字符，你这什么心态？他的字符是云层制造虚拟图像，他把后头那个他就不接，他不进来接头，他主播给他主播成功了，讲熏虫引回杀青的，我那个给他主播成功了，我后来想我这个他妈这不能写，我又改成字符，但是后来请结果又发生冲突，你知道？你不让他云层虚拟化嘛，什么都是虚拟嘛，没有产品嘛，那你怎么一搞这字符出来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一开始写的翻译工作，那个是警察教出来，警察讲你不翻译，你有翻译，你的什么？你在讲神话，你是科幻小说，你是一个翻译师，你不能讲神话，你得讲的是神话。那么给他一学你个，又改成翻译师，最后又改回来了。就这么就受到不同的举报、攻击、威胁有一次给警察叫好多次去了，反正本来这样写，你写就是写成像科幻那个形式，你写成像科幻那个形式，你本来给人一看就像是科幻，你本来给人是真实经历的感觉。
啊，还有好多人讲网友攻击，就是讲你写的他们不讲道德，不讲法律。实际上他那个社会他不需要道德法律的，他那个人呢，就跟就跟我们现在那个叫野人那样的，他就没人管理的。他杀人杀不了，你就杀人杀不了，他就是那个样子。他不存在道德的教育他。新建的不好，人类的道德水平跟不上，不能用那个科技。实际上这个话是本末倒置，人类道德变得好。是因为科学技术发达，物质资源丰富，人不需要那么挣得来，才变得友好起来。当然在社会匮乏、物质条件匮乏，就是生活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人之间更应是恶性竞争，对不对？在原始社会都非常残酷的，他不光是挣得物质资源，他甚至他相互杀戮。就是你杀我杀你，他是认为那是很平常的事情。他这个科技发展呢，它操控人的思维、生存环境，使你的物质资源就是变得更多。那之前我们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你一个人生产的粮食能够10个人吃就不错了。现在一个人生产粮食能够1000个人吃，甚至1万个人吃。很多人呢，他手腾出来的人干别的事情，社会就发达了。但这种认识是很坏的。他老是强调要道德跟上，实际上那个道德水平究竟达到什么水平才可以使用科技？因为道德它不像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即时量化，你没办法量化。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说法，有科技都不用，就放在那，在道德提高，那道德怎么提高？提高到什么程度才叫提高？那个都没办法说。他有好多人讲，你把骨骼型的那个人画出来。我觉得不好画，他那个语言就是他那个轮廓来跟我们地球人是差不多，就是那个极度精密。反正你眼看了肯定性不像那语言，它不是轮廓不一样，而是那个标号精密的很，就是这个皮肤都纯正无瑕到极点，是那个不一样，所以你不好搞。那你知道是专门制造动漫的，制造那方面的专家，你那里画出来还不错。虽然项目它不是讲心跳不一样那个的，我们想马虎画心跳还是可以的。你像你画那么极度精密的人物呢，都做不出来。每天写公众号有这个头疼事情，现在不知道写什么。有好多一写就是违规。我以前写那个我的那个警察嘞，都他妈的都给人举报，有200多人到我调查。我讲我小时候我父母亲，我的母亲家20人，他讲说我受造谣，最后他逼着他男人就逼着我承认是造谣。我说造谣就造谣，他妈我心里想我也不想跟你想造谣就造谣。那时候说都40来个人，那时候也不是唯一家庭，一个家庭。很多家庭这个，那现在怎么讲呢？你说真话反而麻烦，叫你说假话。你写的很多那个哲学方面的。哲学现在一个，我们如果写哲学，肯定能写出好的作品。不过中国人怎么讲呢？就是，像你看，你别搞那字那东西，那都是虚的，完虚头巴脑的，假的。你搞
早等死的，最起码的要适应。那我现在为什么往适应方向发展？就是我之前写了什么哲学什么，写的你写的再好，你适应你混不来心，你生存的成本是，你知道那个强烈的对比，你像我们意志力还是强大的。如果你意志力不好的人，你都受不了。其实你日常非常丰满，心是非常糟糕，对不对？现在为什么要搞适应呢？适应他有些人呢，他占走，他占走大伤，他大伤。现在我搞适应大伤都是心都是，有人讲将来讲是你还不是为了期望，你的这么苦你还是为了期望，这个我不否认，看什么情况。比如说我现在正在缺勤。那我肯定对情感兴趣，我的心思重点放在情况里。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小伙子，人家是24岁小伙子，我正缺对象，那我哪有日孩子有什么信息，我肯定最关心你那是。比如说我现在成功了，我有很多心，那我再学进脑袋是高兴，那就说你这个人就是层次太低，这个知道吧？人这个诉求那个东西了，就现在有网上有人他在微信上一下过来，他就骂我。张哥，你骂我，你去拉黑他，你为什么把我拉黑的嘞？你这地方不接骂嘛？我成功了，你可以骂。我真的是一个人呢，在今日往上爬的时候，你给我叫我踩，我肯定不高兴嘛。我爬出来的，你爱怎么踩怎么踩这个人。我们中国人很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文化人性方面最不好的一点，跟西方比起来最差劲的一点，就是踩的是社会底层的人物。西方国家有什么特点？比如说一个大力士跟一个瘦小的人打架。西方来一伙子人呢，他西方那个瘦小的人呢，把那个大力士站别的人，中国就不同了，中国是谋强，就是你强势的地方，我就站到你的一边，你是弱势的，你是社会底层的，你往上爬的，我他妈跟着强势的人一块得秃头嘛，呸，你他妈你有资格往上爬，就跟那个叫阿 Q 真正我那个赵老一样的，你他妈不配姓赵，我们赵家是吧？有的这个姓赵丢你。其实我小时候脑子并不好，就是智商呢也并不好，甚至还比一般人还差死。我那时候成绩呢在小学中管是考什么？考识字认笔，口干。我做这些从来是不偷懒的，老子叫做好就做好，甚至我自己另外还做这些。但是我到了初中呢就不行了，那一招就不行了，因为初中的课程多了，有什么几个课了，生物、知什么物理、化学。我小学那时候那时候极难了，就一个数学一个物理，就一个数学一个语文，我考识字认笔还行，到了初中就不行了。我考高中那入群，我考2次都没有考上。实际上现在有人讲，那你这个现在这个大脑是不得了，你适应那个空间时间，还有人生死灵魂意识，我来随着灵魂意识，有好多人感到很惊叹。实际上这个领域不好搞。现在有很多人是灵魂生死意识，但是你仔细看呢，都是神的、佛的，其长得太虚无缥缈。它不像我现在是站在比较客观科学的角度去写，所以现在我写的书叫生死灵魂轮回，因为我不啥地方，非常还是很受欢迎的。当然像这本书也不能出版，如果出版了销量肯定是不得了，不允许出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大脑能够适应像这些东西。适应这是时间空间，为什么像我的科学家这么多年搞不清楚时间空间？他就因为这个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还有场他也搞不定。为什么场里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地球人的科学家现在呢，他就对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呢，他能够研究；对这个虚无的东西呢，他这个不是靠研究，主要是考虑你大脑要适应这种虚无的东西。比如说人的灵魂、思想、意识。像这是东西，普通科学界都不好搞。自认为不发达，没办法，你只有一个在此。一旦发达到一定程度，你思想意识扫下来，你可以慢慢等待，等个500年、1000年、1万年都可以。人家他妈说你自动子出生了以后，或者往一家来自动子坏的你不补着吗？是坏的是补着，但是一旦到自动子，它不是一个那个东西，你可是复制另一个自动子，咋个你不用自动子，你用 U 盘或者是什么东西出生，你不是一个备份。现在好多人给我提纲的，我反问的我，那你现在支付宝、微信的承认，你怎么放心？那他支付宝、微信，他一崩溃，你来起码就让人家有个回费，你知道？他不有备份的嘛？
还有一个就适当有好多文字人每个生成是思考的。你比如说现在支付宝、微信都存着，你每一笔中账什么东西的，实际上在那个央行它都有备份的。如果没有备份，那马云在支付宝跟那个马化腾的微信，他干嘛要辛苦劳动哎？让到无数网友的这个想法，我他妈数字我随便按，我现在按个体面数字，我不要看了，对吧？他肯定有经过的，有个约束的吧？没有约束还得了嘛？那我就叫微信更咱人一呢，你把我马化腾让1万个字，他不要干了，对吧？就像我一开始说那个外星人全球运动网，裤子冲墙，裤子进到房间，那个一个网友讲啊，那我他妈到银行的时候，我使劲的搬，我到人家没有房间，我喉咙渴，他都有智能控制的，他给你喉咙渴吗？什么东西一出来，他那个东西能使用都是一个全方位的实的，人家都考虑到这个的，否则他不会投入市场。马上来直播了，我来发布直播预告。我对面一个小伙子，他经常搞直播，不过他家庭富的，他一直播我听他老头讲直播间大概3、4万人，他动不动有人打上5000个的，他一个月也能搞4万块钱，这是特别好自黑他。但他直播间人说了，他的资本人的，你像我们一上来都上万。我直播一场下来120块钱，这30块钱那就不错了。如到一拿我们小门说什么虎进啊，说什么军进的，偶尔有，但很少。一个军进大概100万块钱，我最高就是说是我100万块钱。是，我现在想直播，主要是想增加名次个跟粉丝互动的。实际上，按照我们直播的收入根本就花不了。我现在我嗓子也不好，慢性咽喉炎，我都人才能在干。我从俺一直像我这个到这个年龄，像这个心态，实际上我过日子都是很勉强的，不用从内心讲不用干。另外为什么要搞一个不服的公司？那么要失败的人家不讲别人就讲你看这个人他妈的本来就是拼的，现在拼的不好意思了不干了。还有一个我现在儿子他没找对象嘛，又是一个心病，压力大。这3个我也这是慢性病，他妈的他不要折磨人，搞成功人们，他别的不讲像云深那个我们可能赶不上的，因为那个他要30年时间，我们地球人就疯狂，比他更疯狂，你们个20年时间可能也不行，他们将来什么事像我这个事情呢，不正是兵法，一正是就天翻地覆，为什么呢？那是资本大佬。他疯狂的不期望人家，为什么呢？他不知道他40岁左右，他不勤加进在30年之内，他把这个扫描那个扫日式扫下来，他如果干成功了，他不惜一切代价。现在我实际上我就等于是个小子，从壳子没爬出来，一旦爬出来了不得了。全世界的疯狂的资本大佬疯狂的不倾斜的这个能源，这个能源比任何一个增长速度都快。他反正就是我们第一步迈出来。第一步迈出来就不得了。现在不得劲，看。现在为你切红最佳油田，切到这切进去。现在进来了。
如果我是你，死活就不回地球。不过我那时候很年轻，对人世间那是丑恶的东西呢，都没有什么认识，就老是想父母亲能活多少岁。骨科星人呢，他身体不行呢就换身体，理论上讲是元神。在骨科星球上，你遇到过其他地球人吗？没有遇到过，但是听他们说，日心绑架过我们地球人，曾经也绑架过我们地球人。世界上有云灯子吗？是的，宇宙就是云灯子。外星球也打网络游戏嘛，主要是虚拟游戏。虚拟游戏在他们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一步。你知道地球的未来吗？我知道一点。今天适应顺日吗？今天不顺日。今天那个 ZVS 自动版呢，它那个震荡电路它电压跟不上，自动不出来。另外一个电云电压也下降，也可能是电云引起的，因此那个 ZVS 自动版明天自适适应。今天那个震荡电路那个高压没有震荡上来是自然。